嘿，我是静香。大家都说加拿大山好、水好、生活好，可是我发现，对于无主人来说，加拿大可是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。哪无主人呢？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一，急脾气的人不适合移民加拿大。别说加拿大人生活节奏慢，你就算递交个移民申请，都要审个3年5载的，直到你都忘了有这么回事了，才有个结果。我有俩朋友，前天就要给他们看房子来着，现在我们都快不来往了，他移民还没办成呢。这是申请，再说到了加拿大，比如我一个朋友在这儿的第1年，曾申请一份税局的工作，笔试通过后面试，然后就再无音信了。等他在银行上班，大约过了5个月之后，才得到通知，让他提供2份 reference， 并去接受最后一轮面试。这效率也太低了吧！加拿大好像处在一个时间流逝极度缓慢的平行时空里，或者跟我们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宇宙的。所以您要是个急脾气，最好还是打消移民加拿大的念头为好。2，喜欢热闹的人不适合移民加拿大。这个类别我想不用太多解释，但凡你起了移民加拿大的意，你肯定听说过温村、多村、卡村等等地名。没错，加拿大就是个大农村。在这里我跟您说个小知识，加拿大最初的英文拼写是 Canada，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 village settlement。没错，翻译过来就是农村落脚点的意思。除了多伦多、温哥华、蒙特利尔有个像样的市中心之外，整个加拿大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农村。市中心对于加拿大人来说，就是上班工作、偶尔逛逛街的地方。平常大家都窝在自己的家里，享受和家人一起的生活。走在街上，一天也见不得几个人影儿。所以，如果您习惯了北上广的热闹现代的生活，您最好还是不要来加拿大蜗居了。3，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不适合移民加拿大。加拿大当地大部分人都是胸无大志者，让那些有大志的都去美国改变世界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个胸怀大志的人，我真的不建议你来加拿大，应该美国更合适你。加拿大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兴趣拼事业，都是一些安于现状的人。而且加拿大是万税之国，就算你找到了高收入的工作，也是为政府和穷人做贡献了，也就是杀富济贫。因为有钱人永远不会有福利，而穷人才有机会拿到政府的福利补贴。当你的收入达到年薪10万加币之后，你要交几乎50%的税。当然，那些隐瞒收入开着宝马去领补贴的富人除外。所以如果你想干一番伟大的事业，请到隔壁去吧。4，怕冷的人不适合移民加拿大。加拿大这个国家和俄罗斯差不多的纬度，除了 BC 省的 Great Vancouver， 也就是大温地区，大部分地区冬天有可能达到零下20到30度左右，真的是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啊！不仅温度低，冬季的时间还长，很多地区每年大概9月份就开始进入雨雪季节，一直到第2年的4月份，天气才开始转暖。有的时候东部5月份还在下雪。窦娥也有护照吗？温哥华虽然冬天没有那么冷，但是它有个别名叫 Vancouver，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雨季是有多漫长了。所以不喜欢下雨、下雪和冬天的朋友，请不要来北国加拿大。5，不喜欢居家生活的人不适合移民加拿大。虽然加拿大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，但是却以家庭生活为主，尤其是刚移民到这里来的人们，不管是哪个族裔，你都可以看到成群的奶爸出没。你常常会在马路上、商场里看到前面婴儿袋有一个娃娃，再往上一看，却是一位男士。没错，那就是孩他爹了。所以如果你习惯了国内的花天酒地、风花雪月，请了解加拿大对妇女的保护，最好还是不要移民加拿大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不知道您中招了没有？你可千万别被我说的这些给吓着啊！在移民该办还是得办啊！这里虽然冷，却有雪景，也有春暖花开；虽然无聊寂寞，也有志同道合、淳朴善良的人们。虽然大家都围着锅台转，却有好多个公共假期，让您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旅行，还有一个专门 Family Day 的假期，是不是很人性化啊？下期我就跟您说几个移民加拿大的理由。想了解加拿大更多最新资讯吗？别忘了点个赞、订阅我并开启通知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期见吧。